冷战到了1970年代，美国空军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。越南战场上号称天下无敌的 F4鬼怪战机，居然被苏制米格机揍得灰头土脸。很多飞行员战后总结说，我们拥有更快的飞机，最大平飞速度能到 2.2 马赫，载弹量也比米格机多1倍，却在格斗场上被更小更灵活的对手压制。米格17转弯半径比 F4 小近400米，常常让到鬼怪身后开火，这让五角大楼坐不住了。美国空军提出一个看似矛盾的要求，他们要一架能在天空里横着走的大块头，保证制空权稳如泰山，但也需要一架便宜的小飞机，能量产，能灵活补位，数量上压倒苏联。要知道1970年代 F4 单机造价已超过2000万美元，通胀调整后约 1.3亿元，全靠高端战机根本撑不起欧洲、亚洲两路防线。这就是冷战中期最著名的一道选择题，既要极致性能，又要海量规模，而答案正是今天的主角 F15鹰和 F16战损，一重一轻，一霸气一灵动，一架是拳头，另一架是手指，组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一双拳头。先说大哥 F15， 他的出身背景很直接，越战让美国空军丢了面子，他们需要一架战机能在任何场合对任何敌人说一句我绝不会输。这个任务交给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，这家公司冷战时是波音的劲敌， F4 鬼怪就是他的作品。可问题是 F4 在越南的阴影太大，空军需要一架能彻底翻身的制空战机，所以 F15 的设计逻辑非常狠。推力2台普惠 F100 涡扇发动机，单台加力推力 10.8 吨，推重比大于1，这意味着它不用加速助跑就能像火箭一样垂直拉升，摆脱了传统战机靠速度换机动的限制。火力挂在8枚导弹，早期是4枚麻雀中距弹加4枚响尾蛇近距弹，能同时锁定6个空中目标，在当时就是空中武器库。航程不挂副油箱时，航程超4600公里，加挂副油箱能到5700公里，随时能跨洋作战，把敌人堵在家门口。他1972年首飞，1976年服役，一上天就改写了战斗机的定义。第一次实战是在1982年的中东，以色列空军驾驶 F15 在黎巴嫩贝卡谷地和叙利亚米格21、米格23交锋，结果是击落82架敌机，自己零损失。这份战绩直到今天都几乎没有对手能比，哪怕后来的隐身战机也没创下如此悬殊的交换比。飞行员怎么评价他？以色列飞行员乔恩·艾斯利说，开 F15 就像坐在一门会转身的火炮里，米格机刚出现在雷达上，你就能锁定它，根本不给对方靠近的机会。还有美国空军飞行员回忆，坐进 F15， 你知道自己不会输，哪怕导弹打光了，它的机动性也能帮你摆脱包围，这种安全感是 F4 给不了的。F15 不只是飞机，它是美国空军在冷战中找回面子的最大底牌。如果说 F15 是空军的拳王，那 F16 一开始只是个陪练。冷战逻辑很清楚，你不能只靠几百架昂贵的 F15 撑场面。1976年 F15 单机造价约3000万美元，而美国空军需要几千架能飞能打的小战机，把数量堆出来才能应对华约的战机海。这个任务落在了通用动力身上，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比，他更像搅局者。过去主打导弹和军舰，如今硬是杀进战斗机市场，抛出了一架看上去不按常理出牌的飞机。它的设计完全走反套路，单发设计，只装一台普惠 F100 发动机，和 F15 发动机同源，整机重量 8.2 吨，不到 F15 的一半。气动布局，机身故意做成颈部稳定设计，传统战机靠稳定机身保证安全，而 F16 靠电传飞控系统实时修正姿态。在没有电脑的年代，老飞行员都说这玩意儿会摔，可事实证明，这让它转弯半径比 F15 小 30%， 近距离格斗能轻松绕到对手身后。价格便宜，1978年服役时造价仅1400万美元，是 F15 的一半，还能翻倍生产。美国空军巅峰时期装备了2000多架 F16， 是 F15 数量的5倍。刚出来时，很多老飞行员不敢信这玩意儿能飞，因为在没有电脑的年代，所谓不稳定布局几乎等于自杀。可事实证明，这是一次大胆的技术革命。上了战场， F16 就像一台飞天跑车。1991年海湾战争， F16 执行了13500架次任务，占美军战机总架次的 30%， 既打空战，又挂激光制导炸弹炸伊拉克的坦克，甚至还击落过伊拉克的直升机。它也早已超越了白天格斗机的初始设定，进化成了真正的多面手。飞行员打趣说，开 F15 是在操作一台战争机器，每一个动作都要按流程来。开 F16 就像穿上了一双翅膀，
你能跟着气流调整姿态，灵活地像自己在飞。这份轻盈感让 F-16成为冷战中后期美国空军的中坚力量。更戏剧的是，后来军工格局大洗牌。1997年，麦克唐纳·道格拉斯并入波音， F-15的血统留在了波音手里。1993年，通用动力把军机部卖给了洛克希德马丁，于是 F-16又变成了洛马的王牌。直到今天，洛马还在生产 F-16的最新型号，订单排到了2030年以后。换句话说， F-15和 F-16这对双子星不只是冷战的空军组合，也是美国军工集团版图变化的缩影。拥有了 F-15这把利刃和 F-16这把尖刀，美国空军开始思考如何将它们编织成一张无懈可击的空中猎杀网。而冷战的逻辑恰恰为这张网提供了最残酷的试验场，对手是整个华约，拥有超1万架战机，天空不是1对1，而是群殴。美国人很快意识到，光靠几百架 F-15再强，也撑不起欧洲和亚洲两线的天空。华约战机如果从东德、朝鲜两个方向出击， F-15根本顾不过来。怎么办？那就来一套高低搭配的组合拳。于是美国空军的天空就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：在高空， F-15展开双翼，像拳王一样霸道清场。它的 AN/APG-63 雷达能探测160公里外的目标，比当时华约最先进的米格23远50公里，是第一拳把对手的主力空军直接打掉。而在他身后， F-16成群结队扑上来，他们转弯半径小，能追着漏网的米格击打，载弹灵活，挂上空地导弹就能炸地面目标，补刀、护航、打对地全都不在话下。这种分工让对手根本无从下手。你打得过 F-15，却挡不住数量惊人的 F-16。一架 F-15的预算能造2架 F-16，美军一次能派出几十架 F-16形成包围网。你追着 F-16绕圈，却总被 F-15在上空钉死。F-15能从高空俯冲下来，用导弹偷袭你的后路。经济账也算得明明白白。1980年代，一架 F-15造价约3500万美元，一架 F-16约1800万美元。要是全买 F-15，100亿美元只能买285架，但买高低搭配能买150架 F-15加360架 F-16，作战覆盖范围是全买 F-15的2.5倍。美国人干脆2条腿走路，既有能赢一切的拳王，又有随时能上的骑兵。结果就是整个冷战后期的北约天空始终牢牢掌握在美军手里。故事最经典的要数1986年的北约红旗联合演习，当时模拟的是华约500架战机突击袭击。F-15编队首先出击，20分钟内击落200多架敌机，随后数十架 F-16像一群小隼一样冲进战场，灵活追杀残敌，还顺带摧毁了模拟的华约雷达站。演习结束后，华约那边的情报员传回一句评价：头皮发麻，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，美国不是靠一架飞机，而是靠一整套组合把天空锁死。你破解了 F-15的战术，还有 F-16的数量，你应对了 F-16的偷袭，还有 F-15的高空压制。这就是高低搭配的威力，它不是简单的机型组合，而是一种哲学。要有无敌的尖刀，也要有铺天盖地的多面手。冷战中的美国空军正是靠这套搭配，把天空变成了自己的专属领地。冷战结束了，可鹰和隼的故事并没有停在1991年，相反，他们还在天空里刷新着存在感。先说大鹰 F-15，这架1970年代的老伙计居然一直活到今天，还越活越新。最新型号叫 F-15EX， 绰号飞行卡车。为啥这么叫？因为它一次能挂上超过20枚空空导弹，最大载弹量13.2吨，比早期型号多了5吨。飞到战场上就像开了一辆弹药超市。别看它不是隐身机，可在体系作战里，它就是空军的武库舰。隐身战机撕开敌人的防线后， F-15EX 就能冲上去，用饱和的火力摧毁目标。2023年，美军已经列装了24架 F-15EX， 计划让它服役到2040年以后。再看小隼 F-16，1978年服役，到今天还在生产线里蹦跶。更离谱的是，它成了全球最受欢迎的战斗机出口型号。截止2024年，累计生产超4600架，订单卖出去了25个国家。以色列的 F-16I 曾奔袭1600公里，炸掉伊拉克核反应堆。波兰的 F-16CD 是东欧防空的核心，甚至连巴基斯坦都靠 F-16挡住了印度的苏30。很多国家的飞行员第一次摸到现代战机就是 F-16，它灵巧、便宜、好养活。后期型号维护成本比隐身战机低60%，普通跑道就能起降，就像一台空中丰田。没有太花哨的噱头，但耐打耐用。所以你会发现，
当年冷战留下的高低搭配思路不只是权宜之计，反而成了现代空军建制的经典范式。一边是高端的制空主力，保证天空安全；另一边是数量庞大的多用途小将，保证战场灵活。这套组合逻辑直到今天还在延续，甚至成了别的国家学美国的模板。俄罗斯的苏35配米格35，中国的歼20配歼10C，本质上都是高低搭配的翻版。说到底 ，F15和 F16不只是两架战机，它们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平衡哲学。一边是极致性能的尖刀，打谁都要赢；一边是性价比超高的多面手，数量多，场面稳。这就是冷战空军的思维，既要压倒性的优势，也要经济上的可持续。可问题来了，这套哲学在未来还行得通吗？第6代战机已经在研发，美国的 NG 的6代机，中国的6代机项目都有进展。无人机正快速扩张，中程僚机能跟着有人机作战，成本只有有人机的1/10。未来的天空会不会不再是高低搭配，而是人机混编？就像当年 F15 靠雷达优势压制米格机， F16靠数量补位，未来可能是6代机当指挥机，几百架无人机当冲锋队，用更低的成本形成压制。可能几十年后，空军司令的选择题不再是赢还是损，而是用多少架无人机配一架有人机。你有什么高见？评论区聊聊，我会去看。下集我们要聊冷战海军的王牌 F14熊猫，一架专门为航母而生的空中盾牌，也是几十年海军霸权的代名词。我是 Rain， 下期见。